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 Sachin Chaudhuri 所著的《行动先于思考的人会成功》这本书。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很吸引人，很多人都有因为过度思考而错失机会或行动迟缓导致后悔的经历。原本认真努力是一种应该得到回报的良好品德，然而即使想出了好点子或者找到了想做的事情，但经过一番仔细思考之后，就会滋生出害怕失败的心理，从而导致无法行动。这样一来，您的宝贵才能、创意、知识和技能就会被浪费，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应该尽情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什么是 Jogood；第二，理解 Jogood 的要素；第三，Jogood 式的金钱观。首先是第一部分，什么是 Jogood？ 当你想到一个好主意或想做某件事情时，不要在头脑中过多的思考，而是要立即采取行动。这是许多成功者的共同点，也是 Jogood 这一思维的体现。他们更害怕因不采取行动而失败，避免因不采取行动而导致失败是成功的法则之一。就像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被称为华侨一样，在海外生活的印度人被称为印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有42位印侨，这显示了印侨中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物。近年来，全世界都在关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让您学到这些成功者的思维方式和习惯。这正是今天的主题 Jogood。Jogood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源自印度的生活智慧。当您能够运用 Jogood 思维的时候，就不会被常识和固定观念所束缚。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在当今的时代，仅凭传统的常识性思维已经无法获得成功。因此，在未来，我们也会越来越需要这种不被常识束缚的 Jogood 思维。本书的作者出生于印度，在没有人脉和资金的情况下来到日本，用蹩脚的日语开始工作。他经历了许多艰辛，正是通过实践Jogood， 作者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日本成功开展了多项业务。Jogood 不仅适用于商业领域，通过实践 Jogood， 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下面这些障碍，例如存不到钱、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家庭、恋人或朋友关系不和、私人生活不充实等等。为了摆脱各种烦恼，帮助你实现梦想和获取自由，作者专门写了这本书，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能简单了解到 Jogood 的思维，并从中受到启发并产生共鸣。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理解 Jogood 的要素。今天我会重点讲解我个人认为特别重要的 Jogood 思维的3个要素：一、以小的力量获取更多的利益；二、用灵活的思维将危机转化为机会；三、绝不轻言放弃。首先是第一个要素，以小的力量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理解这一要素，我们需要从质疑常识开始。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您要前往一个重要的商务谈判，在途中汽车的汽油用完了，车子停了下来，而附近却没有加油站，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大多数人可能会有以下2种回答：一、联系谈判对象，重新安排会面的时间；二、选择道路救援，把车拖到附近的加油站。这2种选择看起来都是正确的，但无论哪种选择，突然取消谈判或迟到都会降低谈判的成功概率。难道真的没有其他方法了吗？有没有一种更简单、更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拥有 Jogood 思维的人可能会采取以下的行动：拦下一辆过路车，向司机请求分一些汽油，只需要足够能到达谈判地点的少量汽油即可。当然，要向愿意帮忙的人表示感谢，并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样一来，就可以按时参加谈判。或许有人会觉得向陌生人求助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是因为您站在请求者的角度来看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亲切的，一定能找到愿意帮忙的人。这件事是作者一位曾在日本印度大使馆工作的朋友的真实经历。作者曾经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从事上门推销工作，
起初并不顺利，但通过运用周格思维，实践这一要素，他在短短的4个月内连续业绩达到了全国第一，最终实现了独立创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作为一名销售人员，访问了很多家庭，努力推销却屡屡被拒绝，甚至很多人连门都不愿意打开，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大多数人可能会选择更加努力地访问更多的家庭，或者提升自己的推销话术。然而，从周格的思维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者在周格的思维的指导下，采取了与客户建立亲密关系，并请他们介绍新客户的策略。这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比盲目增加拜访量或精进固定推销话术要简单和高效得多。如果您能够认真思考如何以较小的力量获取更多的利益，那么您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因此，作者希望您在日常生活中能不断地思考，如何用更小的力量获取更多的利益。接下来是第2个要素，用灵活的思维将危机转化为机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您正在穿越沙漠，而目的地还很遥远，但您携带的唯一一瓶水只剩下一半时，你会怎么想呢？是觉得只剩下一半，还是觉得还有一半呢？虽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不太相同，但积极的态度显然会对自己更加有利。这个关于水的例子通常用来解释积极思维的重要性，也可以用在金钱方面。例如，当您的储蓄只剩下一半时，有的人会开始节约，而另一些人则会考虑用剩下的钱进行新的尝试。虽然我们不能说哪种做法是绝对正确的，但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事物，确实会增加获得机会和成长的可能性。那么这时候周格的思维的建议是什么呢？结论是，两者都是正确的。周格的思维不提倡对事物采取单一的看法，尽管积极思维是很好的，但如果您把剩下的一半储蓄进行投资却失败了，那同样会很糟糕。因此，不要总是优先考虑积极的思维，而是要同时考虑只剩下一半和还有一半这2种情况，然后再采取最佳行动。这就是周格的思维方式。要始终保持灵活的头脑，不被常识和固定的观念所束缚，采取灵活的行动，这样才能引导您走向成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头脑灵活、行动灵活呢？首先，放下自尊心是很重要的。我们亚洲人的自尊心往往过高，在被别人指出错误时，通常会表现得很不愉快。这与欧美人的反应截然不同。欧美人在被指出错误时，往往会笑着接受，甚至会感谢对方的指正。事实上，世界上并非所有事情都是你认为的那样，更多的是您不知道或做错的事情。如果您想拥有灵活的思维，首先要接受这一点。自尊心有时也有好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它会拖您的后腿。相信大家都有因为自尊心过高而失败的经历。接受他人的意见或指正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反而是值得感激的。如果没有人告诉您错误，您将会一直错下去，那才是真正的羞耻。成功从来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的合作。因此，请放下无谓的自尊心，坦然地接受错误，并认真地改正。接下来是第3个要素，绝不轻言放弃。有的人往往因为自尊心高而容易放弃。假如当您去印度旅行，当地的小贩在得知您是外国人后，便以数倍的价格向您兜售他们的商品。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估计大多数人可能会在觉得价格太高的情况下依然购买，或者因为语言不通而放弃购买。而在印度人的感性中，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印度人在购物时，也经常会遇到小贩要价过高的情况，但他们会坚持不懈地进行价格谈判，直到达成自己满意的价格为止。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如果觉得价格太高，就一定会谈判。举个例子，当印度人排队购买美味的爆米花时，如果在他们之前卖完了，他们会要求预约，以便明天不用排队。
或者索要下次使用的优惠券。而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吗？作者在日本也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作者在酒店的咖啡馆里发现咖啡都用完了，只能提供红茶。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觉得那就喝红茶吧，但作者却不放弃，坚持说可以用自带的咖啡粉，只要提供热水即可。或许日本人会觉得这种行为很丢脸，但正是这种不轻易放弃的态度，帮助作者喝到了想喝的咖啡。当然，如果对方拒绝了谈判，作者也不会无理取闹地延长谈判的时间，而是会在不失礼貌且不浪费时间的前提下进行谈判。Joga 的思维不认同放弃这种行为，在印度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都不做就放弃的说法，因为一旦放弃，事情就结束了。Joga 的思维强调以最少的努力来获得最大的结果，用灵活的头脑来接受事物，不轻易放弃。这些都是不断寻找最佳方法的表现。具有 Joga 的思维的人，即使可能性很低，也会改变看法和思维方式，来寻找逆转局势的方法。即便失败了，他们也不会气馁，而是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再接再厉。正是这种 Joga 的思维模式，成为当今印度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上讲述的内容仅仅是 Joga 的思维的冰山一角，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却是从未尝试过的事情。即便想尝试，也因为现有的常识和自尊心、羞耻心而难以实现。当您能够摆脱传统的常识性思维，真正实践 Joga 的思维时，您将看到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的新世界。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Joga 式的金钱观。作者在接触了印度的印侨大富豪和日本的大多数人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人与印侨在对待金钱方面有着截然相反的意识。许多日本人认为金钱是邪恶的，并不仅仅是说不喜欢钱，而是认为谈论金钱的人是贪婪和卑鄙的，甚至觉得有钱人肯定是在背后做了某些坏事。换句话说，他们对赚很多钱和拥有很多钱持有着负面的看法。许多人认为，对金钱贪婪是可耻的，只要赚取足够生活的钱就足够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肯尼亚的环保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提倡不需要过度追求，应该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这一理念曾经感动了全世界的人。虽然这个理念非常好，但不应该应用到金钱上。金钱不应被视为与资源同等的东西，而应被视为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就像朋友再多也不会嫌多一样，金钱再多也不会嫌多。如果您讨厌某人，对方通常也会讨厌您。同样的，如果您认为金钱是邪恶的，金钱也不会喜欢您，您自然也不会赚到钱。我们应当喜欢金钱，并珍惜它。当钱进入您的钱包时，我们应该欢迎它。在花钱时，应该感谢他的离去。很多成功人士都提到过这些理念。如果您希望增加财富，首先就要改变对金钱的看法。金钱并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像朋友一样重要的东西。在日本，有人会告诉他们的孩子，有太多钱的话会让人变坏，而印侨的孩子却从母亲那里听到这样的话：看看那位有钱人，他通过投资赚到了财富，真是太了不起了。或者，那个人在日本创业成功了，你也应该像他那样。正是因为这样的教育，印侨才能在全世界大展宏图，赚得盆满钵满。如果您真的想成为富有的人，或者希望过上不为钱发愁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对金钱和富人的看法。接下来我将介绍 Joga 式的年代别金钱观。首先是儿童时代的金钱观。由于儿童无法自主学习关于理财的知识，因此作者认为父母应该对孩子进行关于金钱的教育。父母的言辞对孩子有着极大的影响，会塑造孩子的金钱观，并在孩子长大成人后持续影响着他们。如果父母总是说有钱人都是坏人，或者拥有太多的金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些孩子在心理上就会避开成为有钱人的可能性。相反，
如果孩子从小被教育金钱的重要性，告诉他们赚很多钱并不是件坏事，那么这些孩子将来成为有钱人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儿童时期形成的固有观念会影响他们的未来。作者提到，他接触过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的孩子在家庭餐桌上每天都会讨论经济和金钱的话题，即使不至于做到这一步，父母也可以在日常对话中巧妙地将金钱等于实现快乐的工具这个观念灌输给孩子，这样孩子的经济观念就会自然形成。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过去受到的是避免成为有钱人的负面教育，但请放心，从现在开始，您完全可以改变这种潜意识，不要放弃，直到您对金钱的态度变得积极。请大家记住，金钱是像朋友一样重要的东西，一旦您真正接受到这一点，金钱也会爱上您。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的金钱观。到了10几岁，交友圈不仅仅局限于同学，还包括课外活动、兼职、补习班等，因此选择朋友变得尤为重要。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您的水平取决于您交往的朋友。在您结识的人中，有些会成为您宝贵的财富，而有些则会让您感到后悔结识。因此，有意识地选择朋友是很重要的。如果您希望将来在经济和精神上都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么从青少年时期起，就要选择那些对你有帮助、能让您成长的朋友。这样一来，仅仅是与他们相处，您就能自动学习到各种知识。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看一个人的朋友就能了解他本人。人脉就像是您的偏差值，高水平的人周围也会聚集同样高水平的人，同时他们的伙伴也能弥补他们的不足。因此，希望您能有意识地选择您的人际关系。接下来是20多岁的金钱观。一旦进入20岁并找到工作，您应该从成功的前辈那里学习，从销售业绩突出的优秀前辈那里学习如何有效销售的技巧，从快速晋升的上司那里学习晋升的秘诀，通过邀请他们吃饭等方式，巧妙地建立沟通，并向他们请教。此外，参加研讨会也是可以结识到企业家及有钱人的良好机会。著者身边有很多人就是通过结识企业家而使销售业绩迅速上升的。即使已经超过了30岁，如果您之前没有像这样做，现在也是开始的好时机。时间只会向前推移，如果想要改变什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接下来是30到40岁之间的金钱观。在进入到30到40岁之间，很多人开始考虑购房。如果结了婚，您可能会与伴侣商讨长期财务规划和未来的设计。作者建议在30岁时参加金融类的研讨会，学习资产配置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在将来会派上大用场。此外，在40岁时，如果有子女的话，就会进入需要教育资金的阶段。在考虑子女教育资金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退休金。虽然这个阶段的支出会很多，但作者建议在这个时期进行投资，即使是少量的投资，也是十分推荐的。接下来是50岁及50岁以上的金钱观。随着子女渐渐不再需要经济支持，您可能会考虑自己和配偶的退休生活。在年轻时的成功投资，这时候会带给您可观的收益。即使之前从未进行过投资或创业，现在开始赚钱也是可以的。在开始赚钱方面，没有什么是太迟的。回想一下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先生在60岁时创业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在50岁后开始投资或创业并成功的人并不少见。最重要的是，务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现在正是行动的最佳时机。无论您现在多大年龄，您都是此刻最年轻的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